他转身向篝火那边走，还不及2步，不知怎么脚上绊了一下，被蓝忘机从后面一把抓住手腕，沉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嘶声道：“奇了，方才好晕。大抵是缺觉少眠的缘故，这具身子真是……”他的话渐渐低下去，目光下放。蓝忘机还抓着他的手腕，直到被他看住，才有所意识一般，轻轻松了手。魏无羡低声说：“韩光君，你也休息吧，早就亥时了。”说完，他竟自绕过篝火，在蓝云恒身边找了块比较平坦的地方，把自己的外衣铺在地上，蓝忘机的外衣当身一盖，头枕手臂，转身闭上了眼睛。蓝忘机留在原地，听得魏无羡的呼吸平稳起来，才将自己的指尖放在鼻尖，无声地嗅了一下。他豁然睁大了眼睛。自蜀东经潭州回姑苏，再到兰陵，一路顺遂。他们与兰溪城会合后，都是御剑而行，很快便回了云深不知处。几个小辈经此际遇，都被放课休整，只待完成夜列笔记。蓝忘机早已发了消息回来，不少门生都知道他们在驿城的诡谲经历，缠着蓝思追和蓝景要听见闻，把他们在蓝氏的偏乡里堵了个把时辰。只有蓝云恒脸色不好，逃过一劫，挨了床榻便睡得昏天黑地。待魏无羡在彩衣镇上拿蓝忘机的钱买了新衣回来，有意等过了云深不知处的用饭时间，蓝云恒还是没醒。他的房间挨着蓝思追的，魏无羡从山下带了些糖果、酥糕之类的点心，由蓝思追引了路，打算去慰问一下病中的少年，却正见蓝忘机也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提了一个食盒。蓝思追在后面有礼地低声说：“韩光君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。魏无羡说：“好巧，韩光君，你来做什么？”蓝忘机说：“送饭。”魏无羡用手掂一掂他带来的那包小食，扬眉说：“我一直好奇，生病的时候吃你家的饭，难道不会病得更厉害吗？”蓝思追在后面默默地捂住了脸。蓝忘机轻轻地打开了蓝云恒的房门，说：“进来。”蓝云恒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陈设素雅但极简洁，除了壁上挂的剑，架上陈的琴，案上几卷没洗完的书，几乎再无他物。榻边小案上放了一只药碗，碗底合着一点苦涩的痕迹。蓝忘机把那碗收了，食盒放在案上，魏无羡则轻手轻脚地把他那袋东西放在蓝云恒榻边，再一抬眼，见少年床榻的帷帐前垂挂一物，是那支住了长生2字的云梦银铃。魏无羡望了那铃许久，伸出手指，极有经验地拨弄一下铃铛漫长的紫色流苏。银铃跟着他的动作一晃，不曾作响，蓝云恒却似有感应一般在榻上动了动，翻过身，亲背间露出一只手来。他的榻前铺了一张青席，魏无羡席地而坐，想把蓝云恒那只手塞回去，却被蓝云恒在梦中拉住了手指。少年不曾用力，又似很是眷恋，轻轻拽着魏无羡的指尖。魏无羡愣了愣，转头看一眼蓝忘机，见蓝忘机也看向他们这边，眉目平静而温和。魏无羡用轻轻的声息说：“他很小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但那个时候他的手很小，只能抓住我的一根手指。”蓝忘机无声点了点头。魏无羡说：“现在他长大了。”他静静地将头靠在少年的榻沿，帷帐分开一线，露出少年半张睡颜，神色安稳，眉眼平和。魏无羡此前总觉得不够相像，此时终于从蓝云恒的脸孔上看出几分蓝忘机的影子，但他印象里的少年蓝湛总是冷着一张脸，面对他时尤其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，蓝云恒此时看起来便显得柔和许多。他望了很久，疏忽一惊，意识到天色已晚。蓝云恒拉他本就不用力，魏无羡轻轻抽手，蓝云恒的手旋即收在身侧，人向榻内翻了个身。待他从榻边站起，蓝忘机也从岸边起身。魏无羡突然意识到，在他一直看着蓝云恒的时候，蓝忘机也在一旁看着他们。他对蓝忘机笑了笑，仍是用轻轻的声音说：“走吧。”两人并肩出去，蓝思追已经回房去了，外间等了一个老仆。蓝忘机解下腰间通行谕令，对那人说：“待云恒醒了，让他来见我，无论早晚。”那人不多看魏无羡，只收下谕令，说：“是。”待他们走出院落，魏无羡说：“他睡着了，看起来更平静几分。”蓝忘机问：“怎么说？”魏无羡说：“从前见他几次，
都是跟着你，总觉得他有点不快，受了什么委屈似的，不会当真以为我在纠缠你吧？蓝忘机的脚步急不可察的一顿，肩膀动了一下，继续向前走了半晌，才说：他闹别扭。魏无羡瞬间忍不住，哈哈哈哈！蓝湛，你说什么？蓝忘机索性停了脚步，转脸看他，有些无奈地说：云恒到15岁，叔父要他入蓝氏宗谱，他不愿。魏无羡说：怎么了？蓝忘机停顿一瞬，少许移开视线，说：他说若让他入蓝氏宗谱，需让他知晓生母何人。魏无羡愣了很久，像是在琢磨蓝忘机到底所谓何意，终于慢慢的开口：是了，世人只道你我都是前修，他是你的，就一定不能是我的，若想让他活，也只能说是你的。你们从来没想要编个名字骗一骗他？蓝忘机摇头。魏无羡又问：你们是不是告诉他，他母亲因我而死之类种种？蓝忘机无言。魏无羡说：我知肯定不是你说的，但若不像这样一口咬死，难免他日后起疑。小孩子嘛，身世未明，最爱疑神疑鬼。世间能将血缘牵强附会的事，我从前可见得多了，何况这还不是牵强附会？不待蓝忘机回应，他又问：这么多年，可有人说他像我？蓝忘机说：他睡着时像你。这句话像是遥远地触动了什么，如同一颗石子落入深谷，在以为失落的时刻，终于有了回音。魏无羡轻声喃喃：是吗？他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张了张嘴，却将一只手握拳回抵胸口，仿佛一瞬有些气闷，一口气吸进去，过了许久，终于低低地咳出一声。蓝忘机目光一凝：魏婴。魏无羡又咳了一下，身子不由自主低下去，蓝忘机急忙扶住他，却见他身形一晃，不受力般重重地砸在了蓝忘机胸口。魏无羡的手指紧紧抓住了蓝忘机的前襟，神色似是痛苦，又似是茫然，半晌却挤出一句：蓝湛，你真好闻。话音未落，他身上的气息已然弥漫开来，纯如酒，清如李，艳若桃李，引得蓝忘机脸色骤变。魏无羡浑然不觉，又过许久才问：我怎么了？蓝忘机一手托着他的腰，一手抖开自己外衫，将人当头一裹，拦腰抱起，转身便向净室去。时间已经宵尽，一路上不曾遇到旁人，进到净室时，魏无羡早已出了一身的冷汗，面颊却染上酡红，仿佛一场大醉。净室内空气冰凉，日久无人居留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檀香气。魏无羡被蓝忘机安放在外间的客座榻上，在睁眼时神智终于回归，正然道：蓝湛。蓝忘机抽身回来，几乎强硬地掰开他的手，说：清心丹。魏无羡手心碰到一丝冰凉，一低头看见一只莫名眼熟的白瓷瓶，他动作机械地从瓶中倒出2颗丹药来。蓝忘机在很远的地方说：1颗便够，